很多那只是我用那个，然后呢，你做什么事情？那就发现只做一丁点的事情。我花了几百万去投资这样一个服务器，然后现在我做的事情可能不需要几百万我就可以做到。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现在很多是这样的，那个技术其实跑很快，然后但是产业真的完全都跟上技术吗？其实未必。就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 gap， 就是可能这个技术已经先讲在那里，但是有多少企业能够马上就 follow up？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待商榷，但是后面这到底定义成什么样技术？其实我的理解是，Jason Huang他讲的那个，其实他们就是讲那个，他们讲的就是那个 digital twins 那一个概念，就是虚拟跟现实的那样一个环境存在，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环境模拟你现在真实的情况。那基本上这个算力其实是要求会非常非常的大，就是 NVIDIA 的那个 Omniverse 那个 platform 那个算力其实要求很大，但是 NVIDIA 做这件事情，它都不是为了现在这些事情，其实它就是其实大概最近新闻大家都有看到，其实他们真正目标是机器人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就包括 Elon Musk 他们真正看的都不是什么现在什么那个电子无人自驾车，不是，他真正的目标就是机器人。所以那一天那个台积电董事长也在这个全国科技会议上面有讲，他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跟他谈的时候就是机器人，他们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机器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之后 AI 最终会是的应用场景，就是走到最高境界应该就是机器人。然后那个机器人可能是有个所谓的 GAI， 就是我们讲的强 AI， 就是 General AI 就是它不是特定某个领域。我们现在其实做的都还是比较属于弱 AI 就是只是针对某个有讲行业专属性，就是比较弱。如果我只针对这个东西我去理解，大家可能希望的是能够，我们不能讲全知全能的，但是他们希望的就是他能够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AI 理解能力，而不会只是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一个领域上面的一个理解认知。往通用型发展，就不会是对，会往通用型发展。所以之后其实他们是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这是理想啊，但是现实面就刚刚讲的其实这么多的企业没有到那种规模，它不太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或者说我要的事情不需要用到这么 powerful 的，为什么我不能用便宜一点的？所以还是会存在这样一个东西的，就是特殊领域用的模型，但是那个 AI 可能是一个比较所谓专属那一个领域在用，但是它规模可能就会小很多。讲的很多事情其实还是靠人去管理或什么，这种技术这种东西，它要不要投资？但这个投资其实是我常常讲的，这个做这 AI 这种技术，它是里子跟面子啊。就是以现在大部分的 AI， 大部分里子其实能够从 AI 去获利的，像制造业中 AI 能够获得好处的，其实就是那幅度没有很大对，就是我们讲 ROI 其实没有很大，但是面子有差啊。你客户来了，你们有这个，看起来这个是一个新的技术，竞争对手没有，那他就选你这个，所以面子跟里子，但我认为现在这个阶段，面子还是比里子大，就是带来的效益，面子还是比里子多一些。现在客户里子就问你 ROI 是多少啊？东工厂说可以啊，就说你假设你抓了你1万台里面抓到有10台有问题，组装的这个问题，他说那这10台如果没有抓出来留到客户那边，你赔偿多少钱？他去这样去算。但我就想说，那你这个明明就可以透过人的管理方式或什么去克服啊，所以我才讲他到底要投资多少？投资太多他觉得不划算，那投资太少好像他又没效益，就会在这个中间会有一些拉扯。所以这次老板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就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是，就在这个中间会有一些拉扯。就我刚刚讲的
我要不要用那么大的大语言模型？那我现在在工厂要买一个100多万的服务器，老板那到时候老板说，那我到底这100多万投资下去，我能够多少 ROI 回来？他会去算这个东西啊。那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遇到的状况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大模型其实能小就尽量小。就是我想讲啊，那个一个人要做的事情，我可以找5、6个人去分摊掉啊。你可能什么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都很厉害啊，一个人我找5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只会一样，但是我们每一个运用，但是他在用到那个算力的硬件装置，其实它就小很多。我要精通这5样的时候，我可能要投资100万的那个服务器，就是那个模型，我才能找一个人懂5样。那我就把它拆成5个小的，你只懂国文，他只懂英文就好了。这个他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其实就小很多。